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好久不见呀！很多关心我的人一定想问我一个问题，叔啊，最近这段时间您都干嘛去了？怎么消失了1个来月呢？我这段时间呢，主要做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官司，打一场跨国的诽谤诉讼官司，远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得多。首先，我自己要整理出来非常多的资料，光 PPT 就做了几百页。然后，在我的律师团队的帮助之下，我们要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通过法律的专业翻译整理成英文。我们都知道，网上大多对我诽谤诋毁的载体，它都是长视频。把一个长视频通过专业的法律翻译团队给它变成全英文的，你知道这相当于什么吗？这就相当给一个微电影彻底的配了一个字幕组。那这样的长视频一共有多少呢？少说有几十段之多。我感觉在过去的1个月啊，这个翻译团队相当于翻译了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他们都是按小时收费的。仅他们的翻译费，过去这1个月就花费了几千美金，大家可想而知，做这样一场诉讼所要投入的精力和财力它有多大。但是可喜可贺的是，这个案子已经在新加坡的法院正式立案了。由于本案已经正式走上了司法程序，我的律师团队也给了我非常多专业的意见和建议。为了不影响司法进程，也不影响最终的审判结果，我目前在律师的建议下什么都不能透露。但是我可以和大家很肯定的保障，本案审理出来以后的最终审判结果，我一定会公示给全网，让每一个有好奇心的人、想吃瓜的人、想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通过最严谨的大英法律，新加坡执行的是大英法律，把所有的流言蜚语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至于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时间会到来呢？这个我不清楚。据律师和我讲，有可能是半年，也有可能是1年，具体的还要看本案审理过程中的司法程序与进程。但是我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你夏叔本人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任何成本，一定要等到法律的最终审判结果，绝对不会中间有任何的怯懦和犹豫。第二件事情，这1个月啊，我旅行了不少次，去了好些地方，观感是非常的放松愉悦。尤其我又不是形单影只啊，我所有的旅行都有一个日本的00后鲜肉陪伴着。在整个度假的过程之中啊，我每隔那么3、2天就打开这个基本上已经长了荒草的 YouTube 平台，那感觉是真舒服，真想永远就这么躺下去玩下去，吃喝玩乐一辈子。但是心中总有一种声音来敲打我说，夏河，你不能这么堕落，你还没老到颐养天年的时候呢，还有人愿意听你叨逼叨，你多多少少偶尔得出来说2句。你看我这不就又回来了吗？第3件事儿，我最近啊恶补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我过去有点不屑不爱看，但是你要说这个平台陌生吗？它也没有多陌生。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一档台湾的综艺节目，叫做《康熙来了》，这个节目好像就是这个平台推出的一档当年的爆款。这个平台叫做中天卫视。说到这儿，很多台湾朋友也就知道我这1个月到底看了些什么。那我恶补了一段时间中天卫视，现在个人心中的真实感受是什么呢？可能让很多人失望了，受益良多。不管这个平台传递出来的声音是对是错，但是至少它给我的帮助是，它让我听见了自己过去信息茧房之外的一种声音，而且振聋发聩。而且在这个平台上，我居然认识了很多妙人，比如蔡正元博士啊，邱毅老师啊，还有那个女战士郑丽文呐，还有那个年纪不大但却博古通今的侯汉廷先生，等等等等一系列我过去并不关注的政论人物。当我集中的听完了他们的妙语连珠、纵横捭阖之后，我不得不感叹一句：台湾还真是有点人才呀！这帮人若生在中国大陆，那了不得呀！跟对岸的那些国家智库的所谓的专家比起来，不分伯仲，甚至更胜一筹。你看看前一段时间蔡正元博士和大陆复旦大学的沈毅教授那一顿大 PK， 哇，太精彩了！
鞭辟入里，刀刀见血，说的是有理有据，真的让人不得不拍案称奇。所以今天我坐在这里想讨论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很多人劝我，你千万不要说呀，夏河，你已经捅了好几回马蜂窝了，你不能再去惹人家台湾了，小心掉粉儿啊。说到掉粉儿，我想反问一下所有观看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本频道还有台湾粉丝吗？还没掉干净吗？如果已经掉干净了，那我就更是肆无忌惮畅所欲言了。如果还有一些残存的、比较理性的、愿意听到不同声音的人，那我只能说，接下来的话可能有点不好听，您自己选择性收看。第一章，台湾滤镜。我这个人有没有台湾滤镜呢？我认为有，而且过去相当严重。那为什么我会有台湾滤镜呢？因为台湾滤镜是很多海外华人，甚至是中国内地的一些知识分子、进步人士、自由派的人士都有的一种精神滤镜。因为你放眼华语世界，哪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哪里言论最自由？好像就是台湾了。尤其对于我们同志而言，台湾又是一个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而自由是什么？自由它是一种参照体系。我们这些从不自由体系里面走出来的人，把中共作为一个参照的目标来对比台湾的民主社会，就极容易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思想误区，就是把程序性民主误以为是更先进、更优越、更进步的社会真实情况。但是这两者之间，当你观察久了之后，发现它并不能完全画上一个等号。而人性的底层认知，至少在萌芽阶段，它就会这样子。它首先会观测到我缺什么，然后再看到谁有什么，然后再简单粗暴地把它画成一条线，等同于谁是更好的。至少在萌芽阶段，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我也走过了这个阶段，而且这个阶段的耗时还不短呢。我认为足足有3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从创立这个频道到今天为止这3年的时间。说到这儿，我要插一句。我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面做了几期有限的关于台湾的主题节目，引来了很多人对我的支持，感谢大家。但是也同时吸引了很多大一统思想的人的批判，他们认为说夏河你在舔台，你不客观，你这么干无非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掐台湾的烂饭，吃台湾的流量。在这里我要给自己小小的辩解一句，本频道成立3年，做了100多期影片，包括这期影片在内，一共涉及台湾的主题只有9期而已。那为什么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关于台湾的影片，我就被打成了舔台博主呢？因为我过去曾经疯狂的歌颂过，甚至是赞扬过民进党的民主制度。但是如果你说夏河你当初歌颂过民进党，点赞过赖清德，点赞过蔡英文，这就是当时一种精于算计的流量行为，这个我是不认同的。你可以换一个说法来骂我，我当时的认知就是他妈的那么浅薄，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生活在民主社会，所以我对于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是带有严重的彩虹滤镜的。我知道在内部社会里没有非常多的问题，甚至是极度的割裂的，但是我总是相信民主社会制度它有极强的纠错能力，这些问题它都是瑕不掩瑜的。而且曾经民进党的很多政治人物发出来的政治口号和政治宣言也确实是非常的感人，非常的励志人心的。这不仅仅我一个外国人相信了，你就台湾本岛的人，大多数人也是相信的，不然民进党怎么能够执政10几年呢？可见他在台湾就是有极其广大并且深厚的民意基础的，包括此刻。虽然说他在大罢免运动中惨遭滑铁卢，但是我依然认为台湾目前岛内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政治势力和民意基础能够和民进党相抗衡。所以时至今日，我依然想说一句自以为是的客观公道话，就是我们每一个海外华人，包括大陆同胞，我们不要神化台湾，我们也不要丑化台湾，我们尽可能不要做一个立场先行的人，尽管这非常的困难，大多数人都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要试着在每一个人生阶段去沉淀和重新梳理自己。
唯有拥有了这种打碎并在重塑的能力，我们才能更客观、更冷静的、更全面的看待这个世界和历史的变迁。如果一旦站队，这个队形就不能变了，那不就陷入到了党同伐异、非我族类的局面了吗？万事万物不讲究客观，立场先行，请问这和中共还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任何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你是一个丐版的中共，乞丐的丐。你和小粉红没有区别，只是站在了小粉红的另一个极端。和小粉红站在对立的极端，相互博弈、相互掐架，不是不可以。但是我想提醒你，小粉红它背后还真有一个强大且无底线的祖国在支持他这么做。另一个极端的人，我们背后有吗？所以整个今年上半年，我都在思考一个让我感觉到很痛苦的问题，就是夏荷，你是不是小粉红？如果你不是小粉红，那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你所有做的节目是否都有那么一点点的逢中必反？我承认我有点儿。那这种行为的本质和小粉红那个非我族类，所有的外部势力都是我们的敌对势力，虽远必诛，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维度完全没有提升，只是立场发生了转变，但底层逻辑一模一样。尽管这个觉悟和自我反思的过程确实让人很痛苦，因为这就代表着说我在灵魂深处否定了自己很多过去的言论和观点。但是我庆幸我到了这把年纪还有那么一丁丁点点的自我反思能力。有很多人曾经跟我辩论过，说很多曾经我们欣赏的一些博主啊、老师啊，他们现在已经沦为了网络肉喇叭，那也是没办法呀，因为毕竟大家还要吃饭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每个人都要面对生活。他不为了他的客户服务，他可能就没有流量，没有流量之后他就没有收入，你让他怎么办？我理解他们，所以我并不想点名批评任何一个人的谋生手段，但是我想反问一个比较哲学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就为了吃饭而无所谓自己真正讲的是什么，那我们出国干嘛呀？YouTube 中文区才多大点个巴掌地方，它才有几个用户啊？它本来就是整个平台中小众之中的小众，它和中国的抖音、B 站能比吗？如果你人生最终追求的就是通过网络流量来掐烂饭，我们出国干什么？这不是舍近求远吗？而我们逃离了那个魔窟之后，就是舍弃流量，舍弃了利益，然后所谓的去追求一份拥有自由表达的空间，然后到了这个空间之后，你有自由吗？你依然没有自由，唯一的区别就是在那边你只需要给皇上一个人下跪，而出来了以后你要给所有的网络暴民下跪，你不还是跪着呢吗？包括那些一厢情愿带着严重滤镜把自己的目标客户完全锁定在台湾人身上的那些专业舔台博主们，他们下跪的姿势，那份奴颜媚骨啊，可是比抖音、B 站上那些爱国博主还让人恶心的多得多。为了那一点点流量的嗟来之食，每天不需要做任何的时政分析，也不需要做任何的主题专案，只需要每天说点别人的坏话，最终尾巴上再加一句我爱台湾，这碗饭就算是吃上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如此低质的节目内容，如此口水的车轱辘话，为什么它在台湾居然能有市场？台湾观众为什么总去购买这种廉价产品？他们为什么特别钟情于给这些垃圾博主去抖内呢？因为他们两者之间有一个先天的供求关系。这个供求关系背后的逻辑也是非常多海外华人从疯狂的仰望台湾到审美滤镜破碎的一个过程。国际权威媒体已经连续2年指出，台湾的新闻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极其惨烈的白热化竞争阶段。这种并不健康的竞争模式，使得台湾整个的社会舆论、新闻舆论日益极端化。无论是电视台还是互联网平台，所有的平台已经彻底的沦为了政治党派和政治表达的站队工具，没有任何公共讨论空间的灰色地带。这个国际权威媒体叫做路透研究院，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他们的台湾章。与此同时 ，RSF 也用高度极化来形容当下的台湾媒体环境。文章也毫不留情地指出，
商业耸动与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互相叠加，使得台湾整个公共空间的品质近些年持续下降。这种持续下降所引发的社会恶果，就连我们这些外围的不生活在台湾的外国人都已经深深感受到了网暴和贴标签的力量。那些台湾本岛的人呢？那些没有能力离开台湾，必须要在台湾生活的普通台湾民众，他们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那是什么？随时随地的网暴，随时随地的开盒，一言不合，你马上就是中共同路人，你就是大外宣，你就是中共派来台湾的间谍，你就是一条中共的走狗。每一天的新闻，每一天的社会事件，街上都有无数人为了这样的事情而互相争吵，互相贴标签儿。本应该是社会最重要的民生经济问题，仿佛这2年在整个的新闻环境之中，已经变成了社会的一种陪衬，一种佐料。而主场上的主业是政治斗争，是互相批斗揭发，仿佛谁敢站出来抱怨一点生活中真真切切面对的生存问题，就是中共亡我之心不死，我就抹红你，说你是中共同路人，来破坏我们台湾的民主斗争。这成了什么？这不成了穷酸版的小型文革了吗？文革就这样，任何人不许聊生产，不许聊民生，不许聊建设，不许聊个人的生活品质。生活中唯一的主题就是斗争，就是革命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制度之下，但底层的逻辑是何其的相似啊！不就是4个大字：非我族类吗？熟悉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老观众们，你们仔细想想，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引起争议的？就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因为4月份的时候，我聊到了川普对台湾苛收32%的高关税，以及赖清德对川普无条件下跪的种种担忧。于是乎，我从那个时候就被扣上了一顶帽子，评论区骂成一片。给我扣的帽子叫什么？叫以美论。很多中国大陆地区的同胞，你们的脑回路可能都转不过来。一个中国大陆籍的人长期生活在日本，在一个美国的平台 YouTube 上评价了川普的全球贸易关税战，然后一群台湾人冲出来给他扣上以美论的帽子，要掘他的祖坟。你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就好比啊，我批评了您的父亲做生意使用的经营之道不当，你全部的家眷都沉默无声，没有发表任何的态度。然后那山高皇帝远，没有任何血亲关系的8姓家奴跳脚了，要杀我，要剐我，要起我的底，他不干了，跟他有毛关系啊？但是就这么荒谬的事情，确实在今年上半年那是蔚然成风啊。到了6月份，我真正的遭遇所谓的网暴啊，当然这个网暴是所谓的，我认为我那个网暴啊都不值得一提，因为它太小规模了，和人家台湾岛内那些网红所经历的网暴、人肉起底、开盒比，我那真不算什么。如果人家是3XL，我那就是一个 S 号，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就这点小小的网暴，它来自于哪儿呢？不就来自于我被摁头表态了吗？有人冲到了我的群里，逼我回答支不支持台独，不但逼我回答，还逼所有大陆的人，你们必须今天表态，你支不支持台独？这个事儿刚刚过去几个月，但是你们现在看看，它是不是跟笑话一样的存在？我们支不支持台独，它重要吗？来，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支持台独，明天你修不修宪？我现在把双手举起来，来，我支持你们台独，请问你明天能不能付之于行动？你到底啥时候独？你给我们个准话，你千万别告诉我们你满网拉仇恨，抓所谓的中共同路人，就是打打嘴炮，爽一爽精神。其实上你也不读，你都不读，你按我们的脑袋干嘛呀？那中共的军机天天扰台，你倒是打呀！台湾有200万台商就在中共开厂建设赚钱呢，你把他们都给收回来呀！你撤侨，跟大陆彻底的脱钩断裂，变成一个孤勇者的岛。为了捍卫所谓心中的民主价值观，就与他们殊死搏斗，你倒是去呀！你也知道这不可能。那既然你都不做的事儿，你天天在网上绑架别人打什么嘴炮啊？别人说2句客观的话提醒你这事儿他成不了，于是乎别人就成了大外宣，就被你扣了红帽子。
而且台湾社会这2年啊，可不只流行红帽子呀，它流行3顶帽子，一个叫做红帽子，一个叫做黄帽子，一个叫做黑帽子。就是先给你扣上中共的标签儿，再找一些风花雪月与政治毫无关系的事情，证明你不是一个好人，然后再合理合法的抹黑你。请问哪一个台湾岛内的政治人物，不管什么营的，没有遭受过这3件套呢？然后这3件套变成了台湾社会的一种杀手锏，百试不爽之后，所有人都可以干政。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有很多，但是能够完成网红干政如此顺利、如此没有门槛、如此高效的，只有台湾。今天忽然间崛起一个人，你也不知道他哪根葱，他就干政了。过2天，这个人被另一个势力给打倒、抹黑、抹红了之后，另一个势力又夺权了。就是这么随性，就是这么没有门槛，就是这么劣币驱逐良币，所给台湾社会带来的后患是什么？外部的威胁一个都没有解决，而内部的社会资源持续的被消耗。台湾早就不是当年亚洲4小龙时代高速经济发展的那个日子了。台湾还有多少家底儿经得住这样的败火呢？但是这个问题我之前不敢问，你只要一问了的话，就祖宗18代，你这个支那人滚回中国去！我们台湾是民主自由社会，你一个支那人独裁社会出来的人，你有什么权利在这块说话？你把嘴给我闭上，然后网暴你，把所有反对的声音、所有的杂志全部打掉了之后，然后开始在内部进行自嗨，大搞群众动员运动，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大罢免大成功，大罢免大失败。我为什么一直从来都没有聊过这个议题？尽管这个议题热度那么高，因为我蹭不到甲方的热度，我也没有办法蹭乙方的热度。我只想问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罢免谁呀？如果在过去的1年时间如此的劳民伤财、兴师动众，要罢免的是中国共产党，那我给你点赞，我祝你成功啊！如果你罢免的是蓝营国民党，国民党还需要罢免吗？中共的国力和文攻武吓就摆在那块儿，你罢免国民党它有用吗？所以这个问题让我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思考，也是我的滤镜粉碎的最后一棒。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些政治老鸟们他们不懂吗？我觉得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简单了。但是没有办法，政治运动已经成了党派继续维系下去的唯一根基。就好比在悬崖上跳舞，你只要转圈就还能停留在这儿，你一旦停止转动，马上掉下崖摔死。搞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解决外部威胁，也不是去解决国际地缘政治问题，只是为了给自己苟延残喘的续命一天是一天，而代价就是台湾人民几十年攒下来的民脂民膏和最后的民主社会信誉。说到这儿，我相信我的评论区已经没法看了，我都能猜到底下肯定是骂声一片啊！夏河，你这个大外宣，你终于不演了，你露出了狐狸尾巴，你在这搞渗透认知作战 ，stop， 有点新鲜的词儿没有啊？都啥样了，还用再渗透吗？谁要渗透他呀？说2句实话吧，有勇气听一下吧。都走到这步田地了，现在已经是2025年的8月份了，渗透什么？大清都亡了，你还在这高喊反清复明，你觉得你过时吗？再掉过头来，我们客观的论述2个字儿：渗透。啥叫渗透？咋渗透？我们能渗透朝鲜吗？我们渗透不进去呀，密不可分，连网都不通。那在什么情况下人能够被渗透呢？就是对方看见了结结实实的利益和好处。说到这儿，我想为那几个已经在台湾社会被骂疯了的网红说一句公道话。很多人都说他们去了大陆以后收了红钱，回到台湾来统战台湾，不排除有1/1000的可能，他们去大陆观光旅游的时候，那个路线是被隐形安排和招待的。但如果你说他们收了多大的红钱来完成这个任务，我认为你太小看中共了。这件事情如果搁在10年前、5年前，我都还相信它的存在性。但是今天，我觉得中共已经不用再舍近求远干这件事情了。他只需要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既往不咎，
不管你过去在台湾怎么骂大陆的，今天大陆选择视而不见，给你开一个特权，这就是对台湾人的超国民待遇。我们这种大陆人可享受不了这个待遇。你看看网上很多博主在外面骂大陆，回国以后被判的、被抓的比比皆是。但是台湾网红就不用遭此劫难，只要你过来不骂，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这就是特殊待遇。第二点，把市场打开，让你来吃，让你来玩，让你看见真正的繁华，并且告诉你这个繁华里面未来有你一份儿。这有14亿人，未来都是你的客户，你自己为前途考虑一下。这是渗透吗？客观讲有点儿，但我想很残忍地问大家一句话，就这种渗透您拦得住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人的天性，你这种渗透它也拦不住啊。无论你搞什么样的社会运动，谁能拦得住经济利益的流动啊？在我们小的时候，大陆还很落后，也很贫穷。我们打开电视看到香港，看到台湾，哇，羡慕的眼睛都出血了，觉得说人家的日子过得真好，人家的综艺节目好搞笑啊，电视剧拍得好浪漫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一样过上这样自由小资的日子？请问那个时候港台有什么组织是专门负责渗透大陆人的吗？并没有，对吗？那为什么那个时代的大陆人对于台湾、对于香港有那么深深的崇拜和羡慕呢？因为它发达，它有明显的差距和优势，你不需要做什么，它都是一种渗透。那么今天的大陆电视剧、大陆的综艺、大陆的美食美景，是否也具备了同样当年的这番道理呢？也许很多人会说了，包括我也不止一次的提醒过台湾的朋友，这些繁华背后是需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人权代价的。但是繁华的背面，我认为它不是一天能看清的。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即便是很多土生土长的大陆人，看到大陆繁华的背面，也用了足足半辈子。你觉得一个外人来旅游几次，他就能看清吗？你不能怪他看不清，你也不能责备他，确实是开了眼界，看到了一些自己不曾见到的希望，因为这是人之常情。这件事情不完全是政治之手在背后操弄。你想贿赂一个人，你首先应该具备什么？你得有本钱。而现在面对的形势是一个极有本钱，一个没有本钱，这怎么竞争？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都必须告诉你个未来注定会发生的事实。馆长不是第一个人，他是力开天下先。钟明轩也不是一个个例，未来会有千千万万个钟明轩走上钟明轩曾经观光的路线。如果你采用政治斗争的手法去迫害、去打压，只会形成更大的爆发和反弹。如果说还有很多意志非常坚定、视金钱如粪土的人说，我们就是要跟对岸死磕，我们就是要坚决把反渗透进行到底，那我觉得首先你应该脱钩。今年的数据还没有完全出来，我们看一下2024年的数据。2024年台湾对于中国地区的出口是1506亿美金，这个占比占了台湾整体总量的31%。反之，与中国的进口高达806亿美金，两岸的贸易顺差约700亿美金。这可是2024年啊，这不是远古哦。2024年台湾抗中保台已经是声势高涨了，这700亿能不要吗？如果能，那我认为这是最好的防渗透办法，这才是打根上把渗透给防住了。但是你得问问台湾人民答应不答应？还有那个 ECFA 能退出吗？我一直认为 ECFA 就是一个最大的渗透工具，而且渗透力极强。能不能退了？退了以后就直接脱钩得了，然后从此专心的搞自己的独立事业，备战，全民参军，可以吗？如果这些都不可以，那你天天上街，天天上网去抹红别人，打着反渗透的旗号，你觉得有用吗？你围着粪坑打什么苍蝇啊？这不是掩耳盗铃吗？我经常说4个字，就人他不能既要又要。既要又要这件事情在全人类没有一个地方它能实现，包括台湾。如果你最大的诉求就是殊死搏斗，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法理独立，那你只能不惜一切代价，而且还未必就能成功。但是首先姿态你要调整好。但如果这个代价太血腥太惨重，所有人也都知道那个结果人不能承受，那么你剩下的就是谋求最大的经济化利益。
你总得图一头吧？你不能钱也没有，命也没有吧？如果说大多数选民的选票最终经过深思熟虑投出来的结果是想保住经济利益，那么我觉得过去2年的腥风血雨、歹戏拖棚，真的值得每一个台湾朋友都坐下来深深的沉思一下。这是一堂课，而且非常的生动。这么昂贵的课程咱不能白上，至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老百姓究竟想要什么？最后我想聊一个很多人更不愿意聊，甚至是更敏感的词，叫做台美关系。我不黑啊，我仅仅是觉得说，今年的1月和今年的8月，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有没有台湾的明白人在评论区里给叔科普一下，台美到底是啥关系？有关系没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关系，还是军事保护的关系？是有着太多秘密协议不方便公开的关系，还是一个单边上供的关系？8月份，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水落石出，有了答案，就是关税20%，高于韩国、高于日本的15%。我们都知道，韩国和日本与台湾比，经济体量上还是比较悬殊的。但在对美投资和对美采购这个问题上，台湾这次也可以说是拼尽了全力，换来这20%其实不低啊，高于很多很多国家。虽然说政府那面释出的信号是我们依然还有谈判的空间，甚至还有很多人阴谋论，就是我们此刻谈下来这20%，它也有中共的干扰，就算是吧。然后呢，你能让中共不干扰吗？你能吗？你有没有任何的政治手段可以让美国不去忌惮中共，甚至不去偏袒中共？有没有？未来会不会有？赖清德要出访南美洲过境美国，被川普直接给 say no 拒绝了，这是中共的干扰。20%关税，这背后也有中共的干扰。美国的很多对台政治决议最终都有中共在背后的干扰。那我就想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美台关系亲密无间，如同家人一般，如同亲人一般，还老被中共干扰，美国可信吗？精准的一点说，美国值得无条件的信赖吗？我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聊过这个问题，其中举例了台积电被骂的是狗血淋头啊。现在小半年过去了，关税也下来了，很多人对于这个问题有所改观吗？还是说依旧坚持自己的那个观点，台湾是美国的第一岛链？如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美国会倾尽其国力跑到东半球来为台湾殊死一战。如果你还这么想的话，我不给你这个观念泼冷水，因为这个观念确实还是很多人醒不来的旧梦。咱不强行叫醒别人，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债筑高台的美国，自己如狼似虎的跟全世界收保护费，但是内心的自由火种依旧点燃了，不顾美国人民的反对，为了一个远在东方的小岛，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听说过的名词，赌上国运，倾尽国力和中共打上一仗。他来了，他真的来了，能不能答应？真的，咱不带任何的客观情绪，咱们也把私人的理想和立场都刨开，就是美国跑到这边来和中共打上一仗，能不能100%的打赢？我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面都认为一定能，毫无悬念的能，不但能打赢，还能把它打解体。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我们个人的情怀与喜好是一件事情，历史的客观存在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当人睡不着的时候，不可以加量的给自己不停的喂安眠药，因为那吃多了真的会死人。实在睡不着，我们就只能不睡了，来看一看这个事与愿违的世界已经唱到了哪一出了。关于台海战争，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专业机构都做了无数次的兵推，我不想浪费时间把那些东西都一一在这块列举出来，大家可以自己的搜一搜，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你们看一下推演结果是什么。如果你认为今天所有的全球军事权威的推演结果都不可以直接视为最终答案，那我们还给自己1个月的时间，看一看9月3号的北京阅兵，看看他是否又会拿出来很多华而不实的高科技大玩具。同时也要再看一看那天的天安门城楼上，除了习近平这个土皇帝以外，还站着哪些西方的政要？这些人是否都曾经宣称过自己是民主阵营的忠实守护者？
这些人里有没有可能中间出现一个人站在了 C 位，就是川普？川普，全球的划船粉们都共用一个 slogan， 叫川普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棋下了也大半年了，棋局的走势大家看出来没有？这个棋局的走势，从我个人的政治观点来说是不喜欢的，甚至是失望的。但是这盘棋还能否峰回路转，回到我们理想主义的那个路线上去呢？我个人并不乐观。这是我上半年的观点，我下半年依旧保持我这种判断。听到这儿，可能很多着眼点比较低的、格局比较小的人又开始要阴谋论，说夏叔啊，你既然不再那么疯狂的迷恋民进党了，你是否开始支持蓝营或者支持那个白营呢 ？Stop， 咱能不能不这么二极管？咱能不能不要整天活在这种筷子里拔将军的游戏之中？您放心，我谁的流量都不吃。我也没那个本事吃，因为我舔不下去。所以请不同党派、不同颜色的粉丝们放10000个心。我未来也不会做很多关于台湾的节目，除非真的发生什么国际大事情了。本频道不是一个舔台的专业频道，我也不是任何人的电子狗。那些听风就是雨的、极容易被煽动的所谓的粉丝们，我说句难听话，您自己过的啥日子呀？你日子都过成这样了，你在什么处境上你不明白吗？你还老惦记养活谁呀？好好思索一下自己的前路，把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至于说那些在野党们，坦白讲，这1个月我也看了不少他们的发言，大家就别捂着眼着拿扭着了，咱把天窗捅开，说句亮话行吗？都到这份上了，你们要真的是想跟中共合作，如果你们真的自认为自己有政治智慧和本事，能跟对岸谈来很多优惠的条件，那你快去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这不丢人。你们虽然在这次大罢免的运动中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不代表你们这些在野党的执政危机被解除了。如果你们彻底的领悟了，把最后那点遮羞布也都撕扯了，去奔赴你们内心真正想奔赴的道路，我相信不会有很多人耻笑你们的。政治就是这样颠三倒四、反复无常，所有的口号都是转瞬即逝的，最终能让你生存下去的核心武器是老百姓结结实实的福祉和利益。本期视频聊完之后，我相信很多我的台湾粉丝基本上也就掉光了。零零星星还没有取关的，可能是人家最近没空，没刷手机，但这不打紧。因为本频道只需要取悦1个观众，那就是我自己。如果不巧，他还让第2个人、第3个人喜欢了，那都是顺带脚的事儿，那可不是我创作的初衷。